你知道《流浪地球》究竟有多细吗？细节一，影片中的韩朵朵曾说自己想去外面看看。我没什么理解，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觉得韩朵朵只是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其实不然，她之所以想去地表，是因为想找到父母的遗体。前方啊，北纬31度14分09秒，东经121度44分30秒。在被删减的片段中，有个韩朵朵擦开冰面的镜头，而冰面下面全是向上游的人群。细节二，导演国帆在片场差点被车撞死。影片开始，刘启还不能熟练的操控运输车，就在他开车上路时，险些与其他车辆发生重大事故。出现在屏幕上的驾驶员愤怒地冲他喊妈呢！然而在影片的最后，再次驾驶车辆冲上公路时，那个愤怒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来妈呢！然而这个倒霉又幸运的驾驶员，正是由《流浪地球》导演国帆客串的。细节三，主角团 CN17-11救援队其实是汶川大地震中的救援队。在08年的汶川地震中，这支救援组驾驶的正是米格171机型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该救援组在执行救援任务过程中，机组5人不幸全部遇难，壮烈牺牲。而这组救援队距离退伍还有11个月，这也就是 CN171-11救援队名字的来源。当小队第1名队员牺牲时，队员伤心的汇报：老大，刚子没有。这里的刚子也是致敬了一名伟大的消防员，战友们叫他刚子。在天津港化学品爆炸中，他不顾自身危险，在救助被困人员时不幸遇难，彻底活在亲友们的记忆中。细节四，电影中没有太多煽情的台词，但却让大部分观众潸然泪下。其中最经典的场景就是刘培强在空间站的窗户上，根据每天木星的位置画圈，像日历一样计算自己回家的时间。和亲人分别10几年，其中的辛苦和思念溢于言表。当然，那些圆圈不仅代表着刘培强的思念，还对剧情的推进有着巨大作用。最后，刘培强在窗户上看不到木星，从而判断出某次要叛逃。细节五，流浪地球最难得的是让每一个角色都无比丰富，尤其作为戏份不多的配角老何，影片中只用了一个小细节就让所有观众记住了他。影片中他摘下头盔去机房检查电线，点燃了珍藏的香烟，其实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当他打开烟盒时，里面有一张纸条，这是他妈妈留给老何的，提醒他注意身体，添冷气的穿秋裤。细节六，中国电影很少能看到毁东方明珠、中央电视塔等地标建筑，家园毁灭，生死危机。看到被冰封的故乡和家园，不仅有人满脸泪花，有人泣不成声。冰封着的上海奥运大厦顶部显然写着2044，这难道是预示着未来上海要申办奥运会？细节七，关于电影主角刘培强名字的来源，很多人认为不重要，其实不然。培强2个字是来自导演国帆已经故去的父亲的名字，而他本人也在微博之夜2019中承认了这一点。这部影片也是我拍给父亲看的，包括金哥在里边演的刘培强那个角色，培强2个字就是我父亲的名字。细节八，在刘培强壮烈牺牲之后，时间来到3年后的地下城，刘启胸前别致的那枚异形徽章，这个徽章本来是在刘培强的休眠舱里，所以这也算是前呼后应了。另外，能拿到这枚徽章，说明空间站休眠舱的其他人员都获救，并且安全返回地球，刘启才能拿到父亲的遗物，这也是电影中相对圆满的结局了。细节9，影片后面点燃木星时，刘启和韩朵朵不慎从高处坠落，危机时刻刘启打开了保护球，但是紧接着又被高处坠下的汽车划破了，这里刘启的头盔也破掉了。看到这儿，很多人就不理解，温度这么低，他为什么就没事呢？其实是因为发射器成功喷射能有效提升周边环境的温度，这才救刘启一命，但他的脸还是被冻伤了，以至于3年后的戏份还能看到刘启脸上有冻伤留下的痕迹。流浪地球2即将来袭，你们期待这部电影吗？